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让我惊呆了的相亲故事，真的是太虐心了。这个故事里的女主角是一位上海名媛，男主角是一位台南的企业家，他们之间居然有着长达8年的纠葛，而且最后的结局真的是让我目瞪口呆。我从业这么多年，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，好家伙，这简直就是现实版的偶像剧啊！我们的女主角叫宋雨桐，今年32岁，是上海本地人，家境优渥，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。她不仅长得美若天仙，还有着让人羡慕的身材，1.7米的高挑身材，盈盈一握的纤细腰肢，走在路上回头率100%那种。更别提她还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金融专业，现在是某知名外企的高管，年薪100万起步。按理说，这样的女孩子追求者应该排队排到外滩去了吧？但是天啊，宋雨桐至今单身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丽姐，我先卖个关子，待会儿告诉大家原因。宋雨桐的妈妈张阿姨最近可着急了，眼看女儿都32了，还没个着落。在上海这种大城市，女孩子过了30岁再找对象可就难了。张阿姨私下找到我说，丽姐，你一定要帮帮我家雨桐啊。你不知道，他这几年见一个拒一个，我都快愁死了。我问，雨桐这么优秀，为什么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呢？张阿姨叹了口气说，哎，8年前她曾经谈过一个台湾男友，两人感情很好，眼看就要订婚了，结果那个男的突然人间蒸发，联系不上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家雨桐就像变了一个人，对感情特别抗拒。这些年介绍了多少次，他都以工作忙推掉了。哇，这剧情也太狗血了吧！居然是被渣男伤了心啊！但作为资深红娘，丽姐我决定接下这个棘手的任务。毕竟，年纪轻轻就当上外企高管的女孩子，肯定是个事业心很强的人。我一定要为她找个能理解她、支持她的优质男士。经过一番周折，我安排宋雨桐参加了一场高端相亲会。这种高端相亲会可不是街边那种大妈摆的相亲角，而是经过严格筛选的。参加者都是年收入50万以上的精英人士，场地选在了外滩一家5星级酒店的顶层餐厅，环境优雅，服务一流，最重要的是保密性极好。宋雨桐当天穿了一件香槟色的真丝连衣裙，优雅又不失高贵。她那纤细的腰肢被腰带轻轻勾了出来，美得让在场的男士都忍不住多看几眼。不过我注意到他的眼神始终有些冷漠，似乎对这场相亲会并不抱什么希望。相亲会安排了几轮的交流，宋雨桐礼貌地和几位男士聊了聊，但明显兴趣不大。就在我有点失望的时候，一位迟到的男嘉宾推门而入，不好意思，飞机晚点了。这声音一响起，宋雨桐的身体明显僵住了，她慢慢转过头看向门口，啊！他捂住嘴，眼泪瞬间夺眶而出，怎么是你？门口站着的是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士，1.85米的身高，穿着得体的深蓝色西装，五官立体分明，气质儒雅中带着一丝沉稳。他叫林志远，今年35岁，是台南一家科技公司的创始人。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他竟然就是8年前突然消失的那个台湾男友。现场气氛瞬间凝固了，宋雨桐情绪激动，眼泪止不住的流，我赶紧过去安抚她。而林志远则站在原地，脸上的表情复杂的难以形容。雨桐，冷静一下，我们先出去聊聊好吗？我轻声对宋雨桐说。宋雨桐摇摇头，抹了一下眼泪，强硬地说，不用了，丽姐。我没事，继续吧。就这样，这场相亲会在极度尴尬的氛围中继续进行。宋雨桐全程都没再看林志远一眼，林志远也没有主动靠近他。相亲会结束后，我本以为宋雨桐会立刻离开，但他却意外地同意和林志远单独聊聊。我安排他们在酒店的咖啡厅见面，并告诉宋雨桐，如果有任何不舒服，随时可以叫我。宋雨桐和林志远坐在咖啡厅的角落里，气氛凝重的仿佛能滴出水来。为什么突然消失？宋雨桐开门见山，声音冷若冰霜。林志远深吸一口气，我爸当时突发脑溢血，情况危急，我必须立刻回台南。这就是你8年不联系我的理由。宋雨桐嗤笑一声，林志远，你觉得我会相信吗？我知道这听起来像是借口，
林志远的声音有些哽咽，但当时情况真的很复杂。我爸的公司突然遭遇危机，有人恶意收购，我不得不接手处理。那时候我想等一切稳定下来再来找你解释，可是一拖就是几个月。后来我给你发了无数条信息，打了无数通电话，但都被拉黑了。呵，真会编。宋雨桐冷冷地说，那你现在出现在这里又是什么意思？林志远看着他，我一直没忘记你，雨桐。这些年我把公司从谷底拉了回来，现在已经在台湾科技业站稳了脚跟。我来上海是为了公司在大陆的业务，参加这个相亲会完全是个意外。我根本不知道会遇见你。宋雨桐的眼泪又流了下来，知道吗？这8年我过得有多痛苦，我以为你只是玩玩而已，你知道我当时有多绝望吗？我很抱歉，真的很抱歉。林志远的声音充满痛苦。如果可以重来，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你发生了什么，而不是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一切。这时宋雨桐的手机响了，是她妈妈打来的。她接起电话，简单的说了几句就挂断了。我得走了。她站起身，声音恢复了冷静。今天的事就当没发生过吧。等等，林志远急忙拉住她的手，给我一个机会好吗？就一个晚餐的时间，让我好好解释。宋雨桐沉默了片刻，最终点了点头。明天晚上7点，外滩22号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开，留下林志远站在原地，眼神复杂。第二天晚上，宋雨桐换了一身白色的连衣裙，衬得她肌肤如雪，气质出尘。她提前到了餐厅，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，窗外就是璀璨的外滩夜景。林志远准时到达，他今天穿了一件灰色的衬衫，看起来更加儒雅随和。谢谢你愿意来，林志远轻声说。宋雨桐没有回应，只是淡淡的看了他一眼。服务员送上了菜单，林志远熟练地点了几道宋雨桐曾经喜欢的菜，这个细节让宋雨桐眼中闪过一丝讶异。你还记得我喜欢吃什么？他忍不住问。林志远微微一笑，我怎么会忘记？你喜欢清蒸鲈鱼，喜欢广式点心，特别是那种带着竹炭的黑色汤圆。宋雨桐的眼泪又涌了上来，她赶紧低下头，不想让林志远看到自己的脆弱。饭菜上来后，两人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来。林志远详细地讲述了这8年发生的事情，他父亲的公司差点被恶意收购，他不得不放下一切回台南处理危机。公司稳定后，他试图联系宋雨桐，却发现自己已经被拉黑。后来他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宋雨桐的消息，得知他已经成为了事业有成的职场精英。所以你这次来上海，真的只是为了公司业务？宋雨桐问。林志远点点头，是的，但我也一直在寻找机会见你一面，只是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重逢。随着交谈的深入，人的话题逐渐从过去转向了现在。林志远详细地讲述了自己在台湾的生活和工作，宋雨桐也分享了自己在上海的经历。这时，两人的交谈触及到了两地文化的差异。其实台湾和大陆的婚恋观念有很大不同。林志远说，在台湾，人们对婚姻的态度更加开放和自由，不会像大陆这边那么看重门当户对和物质条件。宋雨桐挑了挑眉，你的意思是我们大陆人太现实了？不。林志远赶紧解释，我是想说，文化差异确实存在，但这不应该成为阻碍两个人在一起的理由。宋雨桐叹了口气，说实话，这些年我接触了不少大陆的优质男士，但总感觉缺了点什么。可能是因为我的事业心太强，很多男性接受不了女方比自己强势吧。在台湾其实也有很多女强人，林志远微笑着说，我们那边的男生普遍比较尊重女性的职业选择和个人空间。我创立的科技公司，女性高管占比超过40%，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。哦，宋雨桐来了兴趣，那你认为理想的婚姻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？林志远思考了一下，我觉得应该是相互尊重、平等互助的关系，不是谁依附于谁，而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一起成长，共同面对生活的挑战。这番话让宋雨桐若有所思，她忽然意识到，或许这就是她一直在寻找但始终未能找到的，一个真正理解她、尊重她的伴侣。那时候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实情？如果你解释清楚，我会理解的。宋雨桐终于问出了心中最大的疑问。
林之远深深地叹了口气，因为我不想让你为难。当时我父亲的病情和公司的危机，可能需要我在台南待很长一段时间。我知道你刚刚在上海的事业有了起色，不想让你为我放弃自己的梦想。我以为等我处理好一切，就立刻回来找你，但事情的发展远比我想象的复杂，所以你选择了一走了之。宋雨桐的声音又冷了下来。这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错误的决定，林之远诚恳地说。我本以为自己是在为你考虑，但现在看来那只是我的一厢情愿。我应该尊重你的选择权，而不是替你做决定。宋雨桐沉默了，他没想到林之远会如此坦诚地承认自己的错误。就在气氛逐渐缓和的时候，宋雨桐的手机又响了。他看了一眼屏幕，脸色突然变得很难看。怎么了？林之远关切地问。宋雨桐咬了咬嘴唇，我妈，她安排了另一场相亲。就在明天。林之远的表情瞬间凝固了。这么快？他不知道我今天和你见面。宋雨桐解释道，这场相亲已经安排了好几周了。对方是上海一家地产公司的太子爷。林之远的眼神暗了下来，但他很快调整好情绪。你准备去吗？宋雨桐犹豫了。我不知道。去吧，林之远苦笑着说，毕竟我已经错过了8年，没资格干涉你的选择。宋雨桐看着他，心里百感交集。这一刻，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可能从未真正忘记过这个男人。夜深了，两人离开餐厅。林之远坚持要送宋雨桐回家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打车回去就行。宋雨桐婉拒道，这么晚了我不放心。林之远坚持，就送你到小区门口好吗？宋雨桐犹豫了一下，最终点了点头。他们一起走在外滩的滨江步道上，夜风轻拂，黄浦江上的游船灯火璀璨，对岸的摩天大楼闪烁着彩色的灯光，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都市夜景。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也是在外滩吗？林之远突然说。宋雨桐的脚步顿了一下，记得，那天你带我坐了观光船，我们在船上看日落，然后我们在船上许愿，希望能一直在一起。林之远接着说，声音中满是怀念。宋雨桐没有说话，但他的心却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。那些被他深埋在心底的记忆，此刻全都涌了上来。他们默默地走着，谁都没有再开口。直到宋雨桐的小区门口，林之远才打破沉默。明天的相亲，祝你好运。宋雨桐抬头看着他，月光下，林之远的眼神中有着深深的不舍和隐忍。谢谢，他轻声说，晚安，晚安。林之远微微一笑，转身离去。看着林之远的背影，宋雨桐忽然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失落。他本以为重逢后会是愤怒和仇恨，却没想到内心深处涌动的竟是难以言说的复杂情感。第二天，宋雨桐如约参加了母亲安排的相亲。对方是个年轻有为的企业继承人，长相不错，谈吐得体，条件可以说是相当优越了。但整个过程中，宋雨桐的心思却总是不由自主地飘向林志远。相亲结束后，宋雨桐的母亲兴奋地打来电话，雨桐啊，人家对你印象很好呢，准备什么时候再见一面啊？妈，宋雨桐犹豫了一下，我想我需要再考虑考虑。考虑什么啊？张阿姨着急地说，女孩子年纪大了不好找对象，这个条件这么好，你还犹豫什么？妈，宋雨桐欲言又止，是不是又想起那个台湾男孩了？张阿姨敏锐地察觉到女儿的异样，雨桐，他都抛弃你8年了，你还放不下吗？事情没那么简单，妈。宋雨桐叹了口气，决定把林志远的解释告诉母亲。听完女儿的叙述，张阿姨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雨桐，你是个聪明的女孩，妈妈不干涉你的决定，但我希望你能理性的思考。那个台湾男孩现在回来了，可是这8年你受的苦谁能懂？再说了，台湾和大陆毕竟是2个地方，生活习惯、思维方式都有差异，你确定能适应吗？宋雨桐挂掉电话后，心乱如麻，母亲的话像一把利刃，刺中了她最脆弱的地方。是啊，台湾和大陆的差异真的会成为他们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吗？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手机突然响起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喂，他疑惑地接通电话，雨桐，我是林志远的表妹林美玲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温柔的女声，我哥哥不知道我打这个电话，
但我觉得你有权知道真相。什么真相？宋雨桐的心突然悬了起来。8年前，志远叔叔生病后，公司确实面临被收购的危机。但更重要的是，有人向他出示了一份资料，声称你只是为了获取他们公司的商业机密才接近他。什么？宋雨桐惊呆了，这怎么可能？我当时甚至不知道他家有多少产业。我们后来也查清楚了，那是竞争对手的栽赃。林美玲叹了口气。但当时志远哥情绪崩溃，加上公司危机和父亲的病情，他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。他害怕联系你会把你卷入这场商业纠纷中，所以他选择了消失。宋雨桐喃喃道，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志远哥这些年一直在暗中关注你。林美玲继续说，他知道你升职的消息，知道你参加了什么活动，甚至他还保留着你们当年的所有照片和礼物。宋雨桐心如刀绞。原来这8年来不只是他一个人在痛苦挣扎，为什么他不早点告诉我真相？宋雨桐擦了擦眼泪，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再回到你的生活中。林美玲说，直到公司稳定，父亲康复，他才决定来上海找你，却没想到会在相亲会上偶遇。挂掉电话，宋雨桐呆坐在沙发上，思绪万千。这个真相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再次响起，是林志远发来的短信。我刚搭上了返回台南的飞机。祝你幸福，雨桐。宋雨桐心中一惊，他要走了。不，他不能再让他离开了。他立刻拨通了林志远的电话，但对方已经关机。该死，飞机可能已经起飞了。宋雨桐急忙叫了车，直奔机场。路上，他反复拨打林志远的电话，始终无人接听。到达机场时，宋雨桐冲向台南航班的登机口，却被告知航班已经起飞。不，他绝望地喊道，泪水再次夺眶而出。难道命运就是要这样捉弄他们吗？宋雨桐垂头丧气地走出机场，准备打车回家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雨桐。他猛地转身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林志远就站在那里，一脸惊讶地看着他。你不是回台南了吗？宋雨桐惊讶地问。我改签了明天的航班，林志远解释道。我想再多待1天，看看上海这些年的变化。宋雨桐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冲上前紧紧抱住了林志远。不要走，求你不要走。林志远愣了一下，然后轻轻回抱住他。雨桐，怎么了？我知道真相了，宋雨桐哽咽着说。美玲都告诉我了，关于那份伪造的资料，关于你这8年的痛苦。林志远的身体明显僵硬了一下，他不应该告诉你这些，为什么不？宋雨桐抬头看着他，眼中满是泪水。为什么不让我知道真相？你觉得我会因为那些谣言就放弃你吗？我不想让你卷入那些麻烦。林志远叹了口气，而且当我终于处理好一切，想要找你解释时，你已经在上海事业有成，我又有什么资格去打扰你的生活？傻瓜！宋雨桐轻轻捶打着他的胸口。这些年我看似光鲜亮丽，但心里却一直有个无法填补的空洞。我以为是因为工作压力，但现在我明白了，那是因为少了你。林志远的眼眶也湿润了。雨桐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们都变了。你确定还能接受现在的我吗？我不在乎你是否变了。宋雨桐认真地说，我只知道，当我看到你的那一刻，我心里的空洞突然被填满了。林志远深深地看着他，然后低下头吻住了他的唇。这个吻跨越了8年的时光，跨越了台湾海峡的距离，也跨越了2人心中的所有障碍。半年后，台南的一家高级酒店里，宋雨桐穿着洁白的婚纱，挽着父亲的手臂，缓缓走向红毯的尽头。林志远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，站在红毯的另一端，眼中满是柔情和期待。这场婚礼邀请了2人的亲朋好友，场面盛大而温馨。宋雨桐的父母最终也接受了这个台湾女婿，尤其是在得知林志远不仅是科技公司的创始人，还是台南知名企业家家族的继承人后，他们对这段婚姻的态度彻底改变了，知道吗？我最开始还担心你嫁到台湾会受委屈呢。婚礼前夜，张阿姨对女儿说，毕竟我们总听说台湾经济不如大陆发达。宋雨桐笑了，妈，那只是我们的刻板印象。
台湾的科技产业、文创产业都很发达，人均 GDP 其实比大陆高呢，而且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福利也很好。张阿姨点点头，是啊，我们去台南看了一圈，那边的环境、人文气息确实很好。最重要的是，志远是个靠谱的孩子，会好好照顾你。婚礼结束后，林志远和宋雨桐决定两地生活，半年在台南，半年在上海。林志远的公司已经在上海设立了分部，而宋雨桐则辞去了外企的工作，加入了林志远的公司，负责大陆市场的开拓。这样的安排你满意吗？新婚之夜，林志远轻抚着宋雨桐光滑的后背，温柔地问。宋雨桐依偎在他怀里，幸福地点点头，只要和你在一起，在哪里都好。林志远吻了吻他的额头，这8年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信任你，没有给你选择的机会，现在我发誓再也不会做这样的决定了。我们都犯了错，宋雨桐抬头看着他，我也应该相信你的人品，而不是轻易相信那些谣言。所以我们扯平了，林志远笑着问，扯平了。宋雨桐俏皮地眨了眨眼，不过这8年的时间你得加倍补偿我。遵命，我的女王大人。林志远开玩笑地行了个礼，然后突然一个翻身，将宋雨桐压在身下，不如现在就开始。宋雨桐红着脸点了点头，两人的唇再次紧紧相贴。大家好，我是丽姐。听完这个故事，你们是不是觉得太虐心了？但最后的大结局又让人感到甜蜜又温馨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爱情没有地域的界限，真正的感情可以跨越任何障碍。宋雨桐和林志远的故事不仅是一段跨越8年的爱情故事，更是2种文化交融的美丽见证。很多人可能会有刻板印象，认为台湾不如大陆发达，或者大陆人太过现实。但实际上，两岸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和魅力。台湾的人文气息浓厚，社会福利完善，大陆的经济高速发展，机会众多。当2种文化相遇，碰撞出的火花可能会更加绚丽多彩。在婚恋观念上，台湾人可能更注重个人感受和生活品质，而大陆人则更看重家庭责任和物质基础。但无论是哪种观念，最终的目标都是追求幸福的生活。最后，我想说的是，爱情需要信任和沟通。如果当初林志远能够坦诚地告诉宋雨桐真相，或许他们就不会错过这8年。同样，如果宋雨桐能够多一点信任，给林志远一个解释的机会，也许故事会有不同的走向。但无论如何，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，这就是命中注定的缘分啊！好了，今天的相亲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们喜欢，别忘了点赞订阅哦。我是丽姐，下期再见。